发生火灾，当你夺门而出的瞬间，你是否也会带上那个视你为全世界的家人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火灾中如何带宠物逃生？如果没有想过，请认真的看完这条视频。大家都知道，初中期的火灾中最致命的并不是火焰，而是一氧化碳和高温的浓烟。狗狗的鼻子是它最灵敏的，同时也是它最脆弱的器官。当烟雾开始弥漫，我们感受到咳呛时，对它来讲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将有数以万计的有毒化学物质、辛辣的颗粒正在直接伤害它极其脆弱的鼻子和呼吸道，而且它不会自救，不会拿着湿毛巾捂住口鼻，不会穿戴防烟面具。更致命的是，害怕导致它可能不听指令，它们的本能只会躲藏在他们自认为很安全的地方，比如沙发底下、床底下，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难施救的位置。火灾燃烧的速度不允许我们做过多无效的动作。时间就是生命，我们很难临场发挥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在家庭里面关于宠物的应急预案，因为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你是它的全部。首先，预警，检查你的房子有没有烟雾报警器，如果没有，赶紧备上。烟雾报警器能够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烟雾的时候，它能感受到烟雾，并且发出警报的声音，特别是在晚上，让我们能够在火灾初期的时间里面立即处置或者逃生。第二，习惯培养，平时可以把笼子或航空箱放在家的过道上，养成让狗狗习惯在里面休息。就算你揍它，它也会跑进去里面躲你。一旦发生突发情况，你就知道它在哪里，拎着或者抱着它就跑。第三，熟悉信号，平时训练它要有紧急召回的指令，形成了条件反射。当听到了你的某个信号，马上就跑到你身边，减少了在火灾中你去追它的时间。最后，如果在火灾现场逃离后，看一下它有没有中毒，查看它脆弱的鼻子有没有受到伤害，一定要送往宠物医院。等一下看完这个视频，你着手准备一下吧。先看一下家里面有没有烟雾报警器，笼子有没有放在逃生的通道上。记住，爱不是我想你了就摸你两下，而是在紧急关头有它的应急预案。好的，先讲到这里吧。关注黄磊，学习更多的安全知识。歹徒无差别攻击的意思就是歹徒伤人，不管旁边是男女老少，他见人就攻击。是的。那面对歹徒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否可以空手接白刃呢？可以的。其实这个技巧非常的简单，无论歹徒拿什么样的武器向我们上砍还是由下捅，只要我们双手展开，虎口并拢，迎接歹徒攻击的轨迹我们就可以阻止他的攻击行为，然后再一甩一夺就可以了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的。小马，等一下你随意的攻击我。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停。等一下啊。那个，你来跟小马搭配一下，你们两个比较默契。来，我对，你们两个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各位。空手接白刃呢，理论上是没问题的，是吧？理论上是没问题的。但是不能轻易去尝试。是的，当我们发现歹徒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远离，保持好近的距离，找好掩体，远离该场合。好的，今天课到这就结束了。关注何舍黄磊，学习更多的安全知识。在哪里呢，各位？心窝在哪里？我不知道心窝哪里是心窝。两乳头连线终点，这就是位置。按压手法就这样子，往上翘，用掌根去按压。脚打开，你不要这样按，好不好发力？一点都不好发力。打开与肩同宽，垂直，能不能这样子？不行。怎么样垂直呢？看这里，就可以垂直了。对，臀部往上翘，看着它，我们开始用身体的力量垂直按压，按多少次？30次。OK， 记住了，30次。好，准备。不是这样，按一句又行。行不行？行。为什么？力度太大了，对不对？肋骨都断了，这样行不行？不行，它没有充分回弹，不行。还有呢，这样行不行？也不行，不能跳，位置要精准。看这里，30次的按压，看着它的脸部，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按压的深度很关键的，5到6公分是成人的深度。按压的频率呢是1分钟是100到120下，你们就记住，每次按都是按30次，平均1秒钟就几次啊？2次左右。
好，按压完了之后呢，我要做人工呼吸，来吹气还是吸气？吹气。但是吹气的时候呢，要记住看他口腔有没有异物，有的话处理一下。紧接着我们需要有个保护膜来保护自己。吹气呢，很多人就这样吹的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看着，行不行？他肺都给吹爆了，就报废了。我们需要正常给气，看这里哦，大家要捏住鼻子，嘴巴包住他的嘴巴，大嘴包小嘴，千万不要这样子。正常给气，吹完放开手。吹几口，2口气，记住啊，30次的按压，2次人工呼吸为1个循环，是不是就可以了呀？还不行，继续再做。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呢？哎，他有呼吸了，哎，120到了，哎，你更专业，你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可以停了，可以辅助了，明白没有？挑战10秒内给家人佩戴防疫面具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挑战10秒内给孩子佩戴防疫面具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你了解到的急救毯是隔着衣服使用，还是贴在皮肤上使用？哪个才是对的？各位不要被单方面的知识给误导了，没有绝对的。急救毯最大的功能呢，就是热反射，将人体散发出来的红外热辐射呢折回去，这样子能达到了保温的功能。那么怎么样才把这个功能放到最大化呢？就是将这个保温毯呢直接包裹在衣服的外层，这样子它和衣服之间呢就形成一个相对静止的空气层，而这个空气层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隔热体，再加上保温毯它能够不断的反射这个能量和防风，那么你全部包裹住呢，它的效果呢就非常好了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来看这里，直接打一个结，打完结之后呢，我们通过这个衣服穿过去，后面拉回来。在头上戴好，在前方再打一个结，将剩余的全部包裹住身体的躯干，再穿好外套，这样子它的保温效果就非常好。那能不能够直接将急救毯贴皮肤使用呢？不建议啊，因为皮肤一直在呼吸，在蒸发水分。如果将急救毯贴皮肤使用，本身这个急救毯呢是不透气的，那么里面的水汽呢就无法消散，这样子在皮肤和毯子之间呢就会形成水珠，而水的导热性呢是干燥空气的25倍。一旦身体出现了潮湿，那么身体的一个热量呢会被这个水珠直接带走，这样子呢会导致核心温度下降，会加剧失温。那如果我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，能不能够贴皮肤使用呢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利用皮肤和毯子之间形成水珠的这个窗口期，快速转移到安全温暖的区域。好的，希望这个知识能够帮助到你。关注黄磊，学习更多的安全知识。预备！我带了好多浓烟啊！我要穿戴这个面罩啊，拿起来。我发现这里面有个口子，打开，会不会？打开。里面是什么东西？看看怎么像我的饼干一样啊？怎么打不了？我烧屁股了！我看到这里有个小缺口，看到了没有？小缺口，好，请注意，小黄人教练说，打开，找到小缺口，把它给撕开。我不需要找小缺口的时候呢，我也可以用牙齿去。好，撕开了，它是这样子的哦，直接带吗？不对，要拔掉2个东西，外面这里有一个黑黑的，对不对？先拿起来，拔掉了，不要，里面这里还有一个哦，看到了没有？里面还有一个，拔掉，拔掉之后呢，我就知道了，把它怎么样啊？在哪里？看好怎么带的，直接。哇！这里有个什么？有个小袋子，把袋子放旁边，拉紧它。头发长的小朋友把头发放在里面去，跟老师一样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防烟面罩，学会了没有？好，学会了。好，你必须要知道的3个火场救命知识，首先就是当
处于呼吸阶段的时候呢，这是灭火的最佳时间。但是在灭火前，一定要先搞清楚起火的原因是什么。来，大家看，这明显就是一起由于充电器短路引发的电气火灾，这是这种都常见的电气火灾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先拿上电，然后再去灭火，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员触电。第二种情况就是，当火情已经进入了发展阶段，这个时候呢，想灭已经灭不掉了。各位千万不要再留恋这样一个财物了，一定要迅速撤离。要注意的是，现在房间上面已经雾起了大量的有毒烟雾，所以呢，我要像这样子低头弯腰捂住口鼻，快速逃生。各位，当我们所有人都撤出来之后呢，一定要去关闭这个入户门，因为呢，一旦发生火灾，我们不能乘坐电梯，整栋楼的人都需要通过这个楼梯逃生。如果你不关门，里面的浓烟高温直接充满整个楼道，会容易造成人员的伤亡。所以我们跑出来之后呢，马上关门，然后再拨打火警电话。第三种情况就是，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呢，火势已经进入了全面的燃烧阶段。来，你看。那在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突破客厅的高温区跑出去了。第一时间把房门关上。如果家住在1楼或者是农村的自建房，我们还有一个逃通道，那就是窗户。在这里提醒大家啊，在安装防盗网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预留一个像这样子的逃生通道，就遇到突发情况可以从这里面快速的逃生。那住高楼层怎么办？如果住在高楼层，千万不要这样子盲目的跳窗。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们就是最重要的火场阵地求生法。首先就是要关紧房门，拨打火警电话。一般在城市里面，消防救援很快就能够到达现场。接下来第二步就是要堵缝防烟，可用到衣服、毛巾直接打湿，堵到下面的门缝里。但是你看啊，像两边和上面衣服根本就塞不进去，可用到牙膏挤出来堵到里面去封堵，还可以用到胶布或电工胶布贴起来封堵。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慌，找到纸巾或者是湿巾，还有身份证或者是银行卡拿出来，我们进行一个封堵，直接塞进去。还有上面像这样子全部塞满，可以阻挡大部分的烟气进来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房间里面有水的话，可以用水不断去泼湿这个门，这样可以延缓门被烧穿的时间。但是我们家里面的门普遍都是木门，哪怕不断去泼湿它，门被烧穿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最重要的第三步，要准备2个东西，一个是被子，另外一个就是空心管，可以用扫把杆、拖把杆来代替。如果房间里面都没有，我们直接把窗帘扯下来。像这个窗帘杆也是空心的，现在空心管有了，接下来我们找被子，最好像这样子把被子全部打湿掉。如果房间内没有水或时间不够，直接把被子裹在身上，这样子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隔热和防护作用。你看，门已经被烧穿了，接下来呢，把窗户的周边可燃物清理掉。马上涂在tú下，再把空心管伸出窗外，另一端含在嘴巴里面，用以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。来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一定要像这样子，用嘴巴吸气，用鼻子呼气。我们接下来用这个方法固守待援，看能不能够坚持到救援队伍的到来。磊哥，我已经灭了，没事吧？没事了。好，各位，虽然我们已经做足了安全的准备工作，但是刚刚那个令人窒息的浓烟和高温，还是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所以比起来学会逃生之时，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杜绝火灾的发生。来，你看，这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充电器，整个家就变成这样子了。像这样子的电气火灾，每年都会夺走很多人的生命。特别是我们生活当中用的各种各样的充电器，你只要插在插座上，哪怕没有连接设备，里面还是有电流通过的。时间久了，内部的元件就会老化，从而引发短路着火。特别是在夜间，我们睡着之后呢，发生火情是很难及时发现的。在
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以后在给家人的手机、平板、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换上这个新国标的充电器专用插座，因为它具备了3大安全功能。比如说，换它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，手机充满了，它会自动断电，并且拔掉正在充电的设备，它也能自动断电。这样子外出的时候呢，就不用担心说忘记拔充电器了。第3个，它检测出设备出现了老化、短路、漏电这种情况，它能够立刻断电保护。它不仅仅用于手机充电，家里面其他需要充电的设备都可以用。在方便使用的时候呢，也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。最后要记住，消防知识要学，应急物资要备，但更重要的是要提前消除火灾隐患。